3位美女，怎么这么巧？Hello， 是啊，来伏击你嘛。哎，看到你正好。之前啊，你不是让我看过丝巾吗？我觉得货色挺好的，我打算进货，有没有样本可以看看？应该有，我打给同乡问一下。话说回来，你们怎么懂得来这里？这里只有我们同乡才懂得来。不就是多亏你的同乡咯सत श्री अकाल जी हाँ जी आप बुढ़िया ना रुमाले चाहिए कदों मिल सकते ठीक है बुधवार नो ओके ओके चंगा सत श्री अकाल 搞定了，约了星期3。爹地 Peter， 哎，你们认识他？你 Daddy， 你就是那个老顽固爸爸。早点说嘛。Peter， 你的未婚妻不是他吧？不是他，是燕。实在太好了，我跟你 Daddy 啊，不但是楼上楼下，还做了生意呢。这个世界可真小。啊，你跟我爹地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其实只是小生意，我跟他们不是很熟。没关系，一回生2回熟了。就是嘛，不如我们吃吃火锅，喝喝酒吧。喝酒？我们印度女人家教很严格，最基本不抽烟不喝酒，天黑不外出，更不会跟男人聊天。做生意不可能。哼，那你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变了另一个人。我们印度人很守礼仪，做生意跟做儿媳妇是2回事。我们不会随便跟女人聊天和谈生意，尤其是我的儿媳妇。我们家教更严，要尊重我们印度的传统，就要懂得分尊卑。印度女人就不行，跟港女就可以喝酒聊天。喂，你不是说要做 Yes Woman 吗 ？Yes。她要嫁给我儿子呢，就要依照我们印度的传统，办一个正宗的印度婚礼。可是我们是中国人哦。好，印度婚礼就印度婚礼。我想见见你的家长，我想跟他谈聘金。聘金方面呢，不是很多，30万。啊，30万？喂，我们好像没说过。Peter， 你不是中国人，你不知道的。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就是嫁女儿要收聘金的。而且烟呢，在家里就像是掌上明珠，就是像珍珠那么珍贵。30万不算多，要是你重视它的话，一定会给的。OK， 加上一套房子，全部装潢、家具、电器，1辆轿车，那就差不多了。哇，真的可以？当然可以，是你们给我，不是我给你们。印度传统，女人给嫁妆要给酒席的，这样才不失礼。喂，这个世界从来只有男人买房子给女人的，哪有女人买房子给男人的？还要倒贴大床，还要给30万聘金，还要包家具装潢。我劝你算了吧。是啊，那个 Gil 啊，开始觉得他挺好的，突然180度转变，变得那么可恶。何止180度啊，简直是360度转身，加个反体大回环，还要双腿屈膝落地那种。看来啊，各个印度男人都是这样，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看 Peter 呢，也应该像他老爸那么大男人的。到时候老公公公都给你脸色看，你就完了。Peter 他不是这种人，人家在香港出生，又在英国念过那么多的书，人家是一个绅士。男人没结婚之前当然天天打电话给你了，但是结了婚之后啊，加个电话号码也不如让你知道。谁知道他会不会在结了婚之后才变？我劝你别嫁给他。现在才不嫁，我怕 Peter 啊，真的会被他老爸 Gil 啊抓回印度去娶老婆。可不是嘛，所以啊，我这次真的输不起哦。别说做姐妹的没提醒你，我真的怕你一脚踩空掉到海里淹死啊！哎呀，你们2个说够了。总之婚呢，我就一定要结，拜托你们啊，不要再搅和了 ，OK？ 哎呀，说你呀，不要再搅和。你呀，一敏，哎，耶，到了。一敏呢，在这里是做婚礼统筹的，我们的婚礼交给她搞就最好了，自己人会更上心嘛。又是跟他谈？哦，我知道你不喜欢跟女人谈事情，我会找个男同事跟你谈，你放心。过来坐一下。我去倒杯茶给你们。喂，一鸣，我老公在外面见的那个印度人呢，就是烟的未来公公。就是他，典型大男人，完全看不起女人，还说坚持一定要跟男人谈的，一定要办个正式的传统印度婚礼，一点都不迁就人。不用他迁就，我们迁就他嘛，人家是客人嘛。昨天你告诉我他今天会来，我马上就去找资料，做好了准备。你知道啦，说不定啊他会办双料婚礼，收2倍钱呢，多开心啊！我们会提供花车、场地布置、设计、
还有摄影。这些琐碎事我没意见，我最在乎是一个印度传统婚礼。这我也做过资料搜集。是这样的，注册那天呢，耶呢会穿婚纱，只会招呼他的朋友。到正式结婚那天呢，举行你们印度的传统婚礼，你请所有亲戚朋友来，耶呢就穿你们传统的萨莉，萨莉，你觉得怎么样？知不知道什么叫萨莉啊？萨莉知道，我们也有提供的。这是我们老板娘，她负责婚纱部分，叫我菲菲就行了。啊，你好，你好，你好。我们之前做过资料搜集了，你们看看。我们知道萨莉最讲究的就是布料，所以找了块好料子给你们参考。上面那些金线呢，全部都是用人手绣上去的，独一无二的。这块料子是哪儿出产的？中东。萨莉一定要印度货才叫正宗，中东货不能用。我都说女人不懂了。其实料子漂亮就行了，你看看，真的不错。你知道怎么穿萨莉吗？知道。是不是很好看？走两步看看。好啊。哎呀，就是不会穿了，还说会负责萨莉，整日子不知道怎么办。皮特，这样吧，明天带他到蜡烛的店里挑选印度正宗的萨莉，再教他怎么穿。哇，料子好漂亮啊！इन्हें स्कार्फ साड़ी किधर लाई दी? ओके जी।手工真的很精细，亮片钉在上面，是啊，漂亮，我也很喜欢。是啊。他说什么？不知道，我听不懂印度话，但是他不会说中国话。他叫你让我先走。为什么？你赶时间啊？那再教你一样印度规矩，在印度呢，永远是男人先走，女人跟在后面，这些是我们印度传统。但是我们不是在印度哦。那我是印度人嘛，照做吧。他先走就让他先走了，有屎也是他先踩。你们别以为我很麻烦，其实我已经很开通了。在印度，你们很多事还搞不定。我小时候在印度的时候，我爸爸教我。喂，你说什么？啊？喂，其实呢，你未来婆婆知不知道我们听不懂印度话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hat are you talking? 总之呢，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也听不懂他说什么。听不懂呢，就当什么都听不到。哈，那他们说他们的，我们说我们的。喂，好啊。对啊。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爹爹很快出来。好啊 ，OK。哎，齐哥，别这样，丧失主权的挫败感，慢慢就会习惯了。难道这么过一辈子？一辈子很快就过，节哀顺变吧。各位你们好，哎，你好，你好，你好，请坐。好。我现在处境跟死有什么分别？什么事啊？哦，他失去主权，不过继续下去就没什么了。问你过来干什么？我们是来谈婚礼的事吗？虽然烟还没下班，也可以先谈，争取时间啊。女人坐那边，男女分开坐怎么谈呢？男人谈就行了，女人坐到那边去，这样才合规矩。喂，Peter， 你妈说什么？我妈叫你跟她到厨房去，她教你做印度菜。啊？为什么是我？传统印度女人呢，是负责烹调食物招待客人，等客人吃过了才出来吃。现在进去学，快去！哎，喂，Q 先生，好 man 啊，好厉害啊，真正的大男人呢。烟，哇，上来开 party 啊！我老婆呢，就带烟去洗手间学穿衣服。不是吧？穿衣服也要学？当然要了，烟就快嫁进来做我们印度新娘了。进门之前要再培训，这样才不会给我们丢脸。再培训？喂，你现在当他是家务助理啊？这可不止啊，还要学的东西有很多。那这里有份时间表。这样吧，首先呢，就从烹饪学起，学煮印度咖喱了，印度薄饼了，学习印度礼仪了，传统了，印度舞了。还有最重要是印度话，
到时候我们叫他做事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说什么。哇，时间排得满满的，他怎么看店呢？他根本就不应该做事，他结了婚就要留在家里相夫教子。稍后这家店由我儿子皮特负责。喂，你这是明抢人家的店。可不是啊，这怎么行啊？这个店是烟的心血。你叫烟不工作，他何来那么多嫁妆？怎么送房子还有家具装潢给你儿子啊？可不是啊，他给你们这么多东西啊，你们给了他什么呀？幸福哦，做印度女人最幸福的。她要不要工作以后再说。其实我已经很开通了。你儿子有这种老婆，真的很幸福。就是啊，你这么逼他，只会让他不肯做印度人的老婆。现在又不是要你做，他做嘛？你怎么知道他肯不肯？耶，喂，搞什么？韩吉，喂，你们要带他去哪里？训练呢？他有很多东西要学，训练喽。喂，帮我看着店呢。哎呀，真可怜，好像被抓去浸猪笼一样啊。